40号演习就从22号起开始5天4夜不间断的实兵验证科目。台防务部门表示，演练的主要科目包含战力保存、整体防空、联合截击与反封锁作战能力等。2大验证重点为去中心化指挥管制及交战规则的运用。现在汉光兵都还有一个特点是，他把所谓的当指挥中心被摧毁的时候，那他怎么来应对哦？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更加的贴合实际的战略，这也是美军介入之后最大的差别。假设你的连级单位或营级单位跟你的旅级单位，甚至跟你的军团单位出现这种通讯中断的状况，那你该如何来应对？值得注意的是，据台媒报道，本次汉光演习的一大变化是，24号下午将在花莲港演练境外物资转接。报道称，由于台湾是海岛，若台海发生战争，包括能源、粮食在内等物资如何运抵，将成为一大课题。台军方人士表示，这项操演过去也曾举办过，但已许久未执行。但观察指出，解放军联合利剑演习早就对台湾岛进行维和演练，根本没有台军境外物资转接的可能性。任何渲染紧张、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图谋，都必将遭到失败。虽然今年台防部门特别强调无剧透不演戏，然而台军吹嘘的无剧本演练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成为岛内社交平台上嘲讽的热门话题。有台湾网友留言称，登陆点就那几处，工事当然提前构筑，除非台湾岛地貌瞬间改变，否则完全无想定，那简直是天方夜谭。竹围沙滩5月底开始施工防御工事了，挖了壕沟等工事。6月又有台媒爆料，台军方提前在台南安平的洗漱海滩挖掘大规模防御工事。还有台媒报道称，20号有台南民众钓鱼钓到一半，身旁突然被军人包围，事后才得知是教育召集士兵们进行训练课程。应该钓鱼啊，钓到人很少。你看见，两边啊兵哥。我哋家钓鱼啊，这是什么经验啦？台退役少将厉正杰表示，这一段视频在网上传翻了，大家都当笑话在看。光这张相片，你知道有多糟糕、多丢脸？你知道？第一个，我们看相片，我从这相片里面，我一眼就看出来，这叫2栋3旅，驻地台南关田，你就是不是泄密？从他们带着背章，所以这个东西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来讲的话，你看我们这个阿兵哥他所做的动作，他这持枪的动作完全不对。再来的话，你就必须你这个有符合隐蔽掩蔽嘛？旁边是明明就是这个草堆，你为什么不在这边利用那个草堆来讲？就怕苦畏难嘛，对不对？他到草堆里面回来弄了一身脏，我要洗军服要干什么？但是打仗你可以这样子吗7月21号，美国总统拜登发出震撼弹，宣布退出本次大选。同一天，全美50个州的民主党主席举行电话会议，各方均表示将全力支持副总统哈里斯成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根据美媒的最新报道，哈里斯目前已经获得过半民主党代表的支持，可获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方面仍然是火力全开，不仅批评拜登是美国史上最差的总统，还嘲讽哈里斯不堪一击。Breaking news at this hour, President Biden announces he will not run for re-election. Tonight, the breaking and historic news. President Biden says he will not seek a second term, ending his campaign and endorsing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for the nomination. 当地时间21号下午，拜登突然在社交媒体发表公开信，宣布正式退选，并称他会在本周晚些时候向全国详细说明这一决定背后的细节。虽然此前有传闻称拜登最快于周末官宣，但直到周日下午才由拜登本人宣布。In a letter posted on his account on X, he wrote, "While it has been my intention to seek re-election, I believe it i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my party and the country for me to stand down and to focus solely on fulfilling my duties as president for the remainder of my term." 拜登的这一决定让他成为自1968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以来，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唯一一位放弃寻求连任的在任总统。民主党参众两院领袖舒默和杰弗里斯，以及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前总统奥巴马都赞扬拜登是伟大的总统。退选显示他是真正的爱国者。拜登的退选也让众多民主党选民松了一口气。在白宫外聚集的民众里，有人感谢拜登过去几年的付出，也有人对民主党的未来表示担忧。I wouldn't say I'm disappointed. I don't know that it's going to change things one way or the other.
自美国民众见证上月的2024总统选举首场电视辩论中拜登的史诗级灾难表现后，他日益遭到民主党党内巨大的劝退压力，再加上特朗普经历枪击以及拜登再次新冠确诊，都让他的竞选之路雪上加霜。日前出刊的《欧洲人》杂志的封面报道题为“子弹射中特朗普，但杀死的却是拜登”，就是对7月13号特朗普遭遇枪击案但有惊无险的辛辣评论。美国媒体曝光的更多细节显示，拜登起初一直很抗拒退选。据报道，拜登20号晚仍对多名副手表示将坚持不会退选，但21号下午，因感染新冠病毒在特拉华州度假屋里养病的拜登突然对外发表公开信，宣布退出大选。不少拜登的核心幕僚也都是透过社交平台才知道拜登退选的消息，十分震惊。还有报道渲染称，消息传到白宫后，不少职员都哭泣起来。对此，有分析指出，击败拜登的并非其竞选对手特朗普，而是民主党党内的逼宫与分裂。民调显示，拜登的表现其实没有那么糟糕，不过民主党内的墙倒众人推的景象让拜登有些伤心，但更多的是愤怒。拜登退选后，迅速宣布将支持副总统哈里斯接棒参选。有美媒注意到，拜登和哈里斯竞选团队社交平台官方账号名已从拜登总部更换为卡马拉总部。在更名后，该账号发布的第一条帖文称：“欢迎来到卡马拉总部，这里是哈里斯副总统进行总统竞选的官方快速反应页面。”大约半小时后，该账号发布了一张梗图，图中显示拜登和哈里斯竞选的共同目标都是让特朗普承担责任。It was a shock, but I think it's a good thing so that the Democratic Party can find somebody that they can all rally against and hopefully create some unity because we don't have that right now. 与此同时，民主党内部也迅速行动起来。继拜登后，前总统克林顿、前国务卿希拉里以及多位被视为拜登候补有力竞争者的民主党人，也陆续对哈里斯表示支持。22号，美国国会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发声明，公开背书哈里斯，称不管是官方、个人还是政治上，他都积极支持哈里斯，还指自己对美国的未来无限自豪和乐观。此前曾有报道指，佩洛西曾暗中策划拜登退选。然而，根据美国选举制度规定，作为副总统的哈里斯在拜登退出后将继承他的竞选资金，而假如民主党换人，则这笔资金只得充公，筹款要从头再来。对于仅剩下3个多月的大选投票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据了解，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21号已提交一项修正案，对其联合筹款委员会的名称予以修改，并重新命名为哈里斯胜利基金和哈里斯行动基金。据报道，这2项基金只是将拜登改成了哈里斯，并继承了此前的现金。哈里斯胜利基金有近4000万美元现金，而哈里斯行动基金则有2300万美元现金。拜登放弃争取连任后，哈里斯的竞选搭档备受关注。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被视为热门人选。他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拜登退选后不久，哈里斯已亲自致电，贝希尔承诺支持他代表民主党出选。至于哈里斯有没有邀请他当副手，贝希尔拒绝交代通话细节。值得注意的是，拜登的退选激起了人们的捐款热情。据《纽约时报》22号的报道，民主党捐助者正以惊人的速度在网上捐款。数据显示，在拜登宣布退选的前几个小时，民主党在线捐款网站平均每小时收到的捐款不到20万美元，但拜登退选后，当晚1小时捐款飙升至近1150万美元。截至晚上10点，筹集资金超过5000万美元。7月21号成为自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以来，民主党人在线捐款最多的一天。